Hello， 大家好。大家还记得前一阵子联合国所公布的幸福国家排名吗？荷兰在2022年的排名是第5。其实在荷兰我们不关心这一个消息，因为荷兰每一年都在前10名。但是我们真的是那么的幸福吗？如果生命的意义是追求幸福，那么你们认为谁会更幸福？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马来西亚对比荷兰两个国家的生活差异如何影响了我们的幸福水平。我是小云，在这里我会每周和大家分享生活知识、个人经验、成长学习和融入异国生活的小技巧。我们先聊聊这个联合国所发布的2022年幸福报告排名是怎么来的。它是基于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支持水平、预期寿命、尊重公民自由、工作保障、腐败程度等等各种各样的数据。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数据来源来自于盖洛普的世界民意调查。盖洛普的世界民意调查不看收入，也不看预期寿命，而是问一些跟幸福感相关的问题。比方说，人与人之间会彼此相爱吗？为什么人生在世会有患难？是否将有一个方法可以治疗所有的疾病？由于疫情的关系，今年作者们还使用了社交媒体上的数据，比较了疫情前后人们的情绪。有人可能会想，荷兰居民是不是走在路上都感觉很幸福，所有人都面带微笑？但是事实恰恰相反，荷兰人非常冷漠。客观来说，荷兰也不是什么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忧郁症是我们最常见的精神疾病。那么为何在幸福报告里荷兰排名第5，而马来西亚排名第70呢？身为大马人长居荷兰的我，在这里总结了6大因素：慢节奏和少了生活压力。荷兰是一个慢节奏的国家，也因为拥有良好的政府福利制度，人们在生活上少了压力。即便我今天在荷兰被裁员了，我也不会三餐不继，流浪街头。这里的人有资本和时间去思考自己喜欢做些什么，对于自己的未来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我有好几个荷兰朋友，当他们发现他们在做的不是他们喜欢的，他们会当机立断，马上换个赛道，重新开始。重新开始对于很多大马人来说是一种奢侈的要求。在马来西亚，很多时候平民老百姓一睁开眼都是在为每天的生活打拼，在他们眼里，生活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无法摆脱的事实。在马来西亚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手停口停，生活压力绝对会让人的幸福感降低。荷兰小孩最快乐。我无法否认这一点，荷兰小孩是全世界最快乐的小孩。荷兰父母非常注重小孩的童年，他们确保他们的孩子都是在喜乐中长大的。荷兰小学生没有功课，他们是到了中学才有一些功课，所以在荷兰的学生生活是非常悠哉的。对他们来说，健康喜乐中长大才是最重要，这也是荷兰的文化。我记得我在马来西亚的童年，功课压力特别大，连玩乐的时间都是有限制的。即便是长大后在选科系的时候，也是在想，如果我选了这个科系，以后能不能找到工作？如果你问荷兰小孩，你们有压力吗？我能非常确定的告诉你，他们会反问你什么是压力。我的荷兰朋友都告诉我，在他们上大学之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压力，也不知道压力从何而来。你们说这是一种幸福吗？工作与生活平衡。在荷兰工作，当然也要学习工作的像个荷兰人。我们一般一个星期工作32到40个小时，相对马来西亚的工作时间比较长。刚开始在荷兰工作时，看见同事们在下午4点后就开始纷纷离开办公室，觉得有一点奇怪。因为以前在马来西亚工作，一般都是在6点之后才会离开办公室。大马人在工作上有野心、雄心壮志，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只是荷兰人也注重其他的事情。比方说，荷兰人注重工作与家庭生活的平衡。我们每一年都有最少20天的假期，就拿我来说，我每一年有32天的假期，而且我们会每一年都把它用尽。对于我们来说，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所以请假是必须的，度假是应该的。但是在我的印象里，大马人好像从未停下过脚步。或许是因为害怕落后于人，害怕被取代，害怕成
成为异类，跟别人不一样。在马来西亚，生病也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在荷兰，如果我们因病无法工作，公司会支付我们70%的工资，长达2年。综合这些原因和福利，你会不会也觉得荷兰的工作文化是比较幸福的？平常心，少比较。在这里，没有人在乎你做什么，没有人在意你的长相、你的穿着打扮。在荷兰，即便你是名人，在街上也不会受到骚扰。看见首相像平民百姓一样骑车上班是家常便饭。这里人的生活好像都大同小异，以平常心对待人事物，绝对是一种美。但是这和马来西亚恰恰相反，在那里，每个人都想脱颖而出，想读最好的学校，想做最好的工作，在意自己是不是穿名牌、戴名表、开名车，和谁做朋友，都是和面子还有地位相关的问题。不知不觉就活在无形的压力中。我刚开始在荷兰生活的时候，发现这里的人都没有雄心壮志。刚开始不明白，了解之后才知道，这和荷兰政府制度有关系。当他们赚的越多，要交的税也就越多，交完税之后所得到的很可能跟付出的不成正比。所以在职场上，很常看到人们没有往上爬的动力。也或许是因为国家政府制度的原因，这里每个人活得都差不多一样，在没有比较、没有攀比的环境下生活，就没有了伤害，也少了压力，快乐自然而然就来了。这难道不是一种幸福吗？医疗体系。大马人民除了要为柴米油盐酱醋茶烦忧，还有一件烦心事，就是医疗费。最怕家里有人生病，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一场大病后的医疗费就可以轻易把一个美好的家庭拖入困境。有很多人生病了也不敢去看医生，因为害怕知道病情后却付不起医疗费。当然，如果是富裕人家，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试问，在这个社会里，是平民百姓比较多，还是富人比较多呢？在荷兰的医疗服务体系里，不管是什么肤色，富人还是平民百姓，每一个人都有看医生的机会，每一个病人都有机会接受治疗。这对我们来说就是100%的幸福。没有任何事情比健康来的重要，健康就是本钱，没了健康就是没了一切。健康的生活方式。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荷兰是自行车的天堂，在这里自行车的数量比人类还多。在荷兰生活就是少不了骑自行车和步行，这样的生活方式远比在马来西亚来的健康。在马来西亚，人们外出时不是开车就是叫 Uber 或者是 Grab。我每次在马来西亚和朋友外出时，即便是2公里的距离也会开车，这就是马来西亚的生活方式。当然，马来西亚也有它的方便之处，比如说在吃这一方面，随时随刻都可以找到好吃的，在这里不行。荷兰没有夜市，没有大排档，在这里叫麦当劳外卖也要等上30分钟，所以被食物诱惑的几率非常低。我不抱怨，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好处，少了美食的诱惑，再加上骑自行车和步行，身体不断的被锻炼，也就变得健康了。健康的生活就是幸福快乐的生活。我必须客观的说一下，幸福不是从天而降的礼物，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样貌。所谓的幸福国家排名也只是一种表象，不能说马来西亚在报告里排名第70就意味着住在那里的朋友不比住在荷兰的朋友幸福。大马人无需活得像荷兰人，但是荷兰人有一些地方却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如果有人问我觉得在哪一个国家生活更幸福，我真的没有答案。我觉得不管走到哪里，在国家和文化之间，我们都会找到一个平衡点，过着适合自己的生活。好的，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不管你现在住在何方，都欢迎你与我分享，你幸福吗？什么是让你觉得幸福？我是每周与你分享生活知识的小云。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也欢迎你转发和分享给更多你认为对他们会有帮助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